晚上好，美国。如果你们觉得这很容易，那可不容易。我要感谢大家，因为他们做了正确的事。他们看到了闪电。我说，就算我们必须在凌晨4点对着一个人讲话，我也要在这里。我们绝不能被吓退。他们估计在大家不得不离开之前，有37万5千人，现在还有15万人。这是大家见过最疯狂的事，至少是这样。我只想感谢你们，我为一些人感到非常难过，他们离开了就回不来了。但是你们是非常特别的人，我们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非常感谢你们。今晚我们齐聚一堂，庆祝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你们知道的250周年纪念日。我确实得说一下这个，我后台一位非常聪明的人说，先生别担心，我们也许下周可以再办。我说下周不行，这是重要的日子，我们要的是7月4日，我们不是在找7月的别的日子，因为这是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这是独一无二。在2个半世纪里，我们的美利坚共和国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成就。这个国家是自由的家园，这是自由的土地。这面旗帜是地球上存在过的最非凡、最卓越、最不可思议的国家的旗帜。我们现在做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没有哪个民族比你们美国人民做得更多好事，展现更多勇气，取得更多进步，纠正更多不公，或成就更多伟大。250年以来，美利坚合众国一直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希望、承诺、光明和荣耀。全世界都想变得像我们一样，没有人能像我们一样。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将永远保持这样，甚至变得更好。我们会变得更好。在我们的国家广场上，我们正在庆祝自由战胜暴政、自由征服压迫，以及美国精神从1776年7月4日到2026年7月4日的持久胜利。这些是重要的日子，2个重要的日子。今晚我们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自由、更富裕、更安全、更自豪。但这都始于历史的奇迹。这个奇迹永远活在每一位爱国者的心中。在费城，我们的开国元勋们鼓起了巨人的勇气和几个世纪的智慧，大胆宣告了这些永恒的真理。他们宣告所有人都是被平等的创造的，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了神圣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又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自由名册上签下名字的56位爱国者，冒着一切风险，踏上了命运的舞台，为后世赢得了一场胜利。事实就是如此。我相信今晚也是一个世代难忘的夜晚，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这比我们没有闪电轰鸣时更宏大。我们有闪电轰鸣，但这更宏大。虽然有点不便，但这更宏大。我认为以他自己的方式，它更美丽。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一个秉持着不胜利勿宁死和不自由勿宁死座右铭的国家。每100名美国人中就有1人在独立战争中献出了生命，以提醒我们这些英雄是谁，以及他们为我们付出了什么。
今晚我们很荣幸能在我们国家首都的心脏地带展示现存最早的美国国旗之一，它可追溯到1777年。它上面有宣告于7月4日独立的13个州的13颗星和13道条文。就是它，这就是曾在萨拉托加战役中高高飘扬的胜利旗帜，而且这些都是真品，这些都是真正的旗帜。这些旗帜见证了许多历史。当英国人在约克镇挥舞白旗投降时，这些星条旗曾高高飘扬，宣告胜利。那是一次重大的投降，没人认为那有可能发生。他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他们投降了，那是一个开端。从那时起，全世界都已明白，美国人绝不会让任何人夺走我们的自由，这不会发生。那些共产主义者的所有言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一点机会都没有。我们不希望共产主义者出现在我们的国家。从未奏效，也永远不会奏效。美国人绝不能忘记，我们是一个历史悠久、英勇无畏的民族。在这美丽的地球上，我们怀揣着英勇的精神和崇高的使命。我们是由这个世界所孕育出的最优秀、最勇敢的人民的勇气、热情、血肉铸就的。我们是最勇敢的，也是最棒的。今晚我们向他们赋予我们的旗帜宣誓效忠。我们说，愿上帝保佑1776年的不朽爱国者独立事业万岁，愿他直到永远永远永远的未来。我们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绝不会让我们的国家衰落，我们将永远是最棒的。我们的开国元勋不仅赢得了我们的自由，他们还用有史以来最公正的政治文献来保障它。它被称为美国宪法，非常特别。正因为他们的才华，我们在250年后依然是这个星球上最优秀的人民。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不同，在这个国家，我们拥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尽管我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但我们不会深入讨论这个。还有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在我担任总统的将近6年时间里，我非常有力地捍卫了你们的第2修正案。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这并不容易。但我们捍卫你们的第2修正案，我们非常坚定而谨慎地守护着它。世代以来，美国人民浴血奋战，牺牲生命，不仅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更是为了将这些权利扩展到所有种族、宗教、肤色和信仰的公民。因为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你们今晚就展现了这一点。我们拥有同一面旗帜，正如我们的独立宣言所说，我们都是按照一位全能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共产主义者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这是肯定的。很少有英雄能像威廉·卡尼那样更深刻地提醒我们这些真理。他从奴役中逃脱，成为内战中的一名联邦士兵，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在战场前线，他看到一名战友在扛着星条旗时被敌人的炮火击倒，卡尼中士立刻扑向地面，不让旗帜沾上泥土。他不想让它碰到地面，不想让它沾上泥土，他希望它完美无瑕。他将旗帜高举过战场，身中4枪。他们以为他已经牺牲了，但他仍然继续前进。他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旗帜。在他回到营地之前，他宣布，伙计们，那面旧旗帜从未落地。
他成为第一位获得国会荣誉勋章的非洲裔美国人。他获得了国会荣誉勋章。他是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人们为他写了许多故事，他非常特别。今晚与我们一同庆祝自由的这一前进历程的，还有另一位荣誉勋章获得者帕里斯·戴维斯上校。他的勇气在越南战争中赢得了永恒的荣耀。他协助领导了一场针对100名敌方战斗人员的突袭。他们说他完了，他的整个小队都完了。尽管身受多处危及生命的重伤，他还是挽救了他战友们的生命。今晚他站在这里，向一面独一无二的旗帜致敬。那面旗帜曾覆盖在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在独立厅的棺椁上。非常感谢，太棒了。他看起来比我好，美国，他看起来很棒，而且他很勇敢。正是因为有这些英雄，我们的国旗将永远是自由和正义的象征，代表着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戴维斯上校，非常感谢您，伟大的人，伟大的人，谢谢您。美国人拓展了自由的福祉，我们从未停止拓展我们的雄心和梦想。我们曾经拥有美国梦，然而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拥有美国梦。美国梦又回来了，非常强大，非常美好。你们知道，现在要进入我们的军队是很困难的。2年以前我们招不到人，而现在是人满为患。我们有很多人正在创造记录，我们正在创造记录，实际上很难进入。这也包括我们优秀的警察部队和我们的消防员，他们以前招不到任何人，没有人愿意做。现在要获得这些职位很难，但要进入我们的军队真的很难，因为人们又重新尊重和热爱我们的国家了。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力的国家，并非历史的偶然。我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重建了我们的军队。我们在我们的，实际上我应该说第3个任期内稍微动用了它，但我不会那样说，因为我不想引起任何争议。但我们动用了它，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你们看看委内瑞拉，看看伊朗，我们将其彻底清除了他们的军队。美国人穿越了大平原，翻越了落基山脉，我们真的只是驯服了荒野，征服了边疆，并建立了帝国，它被称为自由帝国。我们铺设了铁路，建起了摩天大楼，那些美丽的摩天大楼，并开凿了巴拿马运河，它被认为是世界第8大奇迹。所有人都说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顺便说一句，38000名美国人牺牲了生命，才为我们带来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工程壮举之一——巴拿马运河。正是这种不可阻挡的精神，创造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并建立了前所未见的强大军队。而今天，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有力。美国的坚韧、胆识和勇气，造就了像戴维·克罗克特、怀亚特·厄普、安娜·奥克利、泰迪·罗斯福，以及狂野西部传奇人物布法罗·比尔·科迪这样的英雄。这些是伟大而强大的人。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孙辈今晚恰好和我们在一起。他们站在一面最早飘扬在我们不断扩张的国家上空的美国国旗旁边。他是在1803年刘易斯和克拉克开始他们的旅程时被带到西部的。非常感谢你们，谢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很高兴有你们在场，很高兴有你们来纪念美国这种大胆而坚不可摧的精神。
我们还有一面最早飘扬在有史以来最伟大建筑壮举之一上空的旗帜，那就是布鲁克林大桥。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桥梁之一，很久以前就建成了。在它的右边是美国海军将西班牙舰队击沉到马尼拉湾底部后，飘扬在我们旗舰上的旗帜，那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海军胜利之一。就像我们最近的胜利一样，我们将整个伊朗海军159艘舰船在瞬间全部击沉到海底，发生的非常快。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在它旁边，我们还有一面旗帜是赠予那位不朽的，我们一位非常棒的不朽的莽骑兵，独一无二的西奥多·罗斯福的。我前几天还去了那个博物馆的开幕式，当时他从古巴凯旋归来，旗帜上印着欢迎回家罗斯福上校的字样，他就是圣胡安山战役的胜利者，他是一位伟大的绅士。美国人赢得了西部并建立了现代世界，因为美国是一个胜利者的国家。今天我们的国家再次获胜，而且我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获胜。美国回来了，我们希望让美国保持伟大。我们将通过批准拯救美国法案来实现这一点。这意味着所有选民都必须出示选民身份证。所有选民都必须提供一个叫做公民身份证明的小东西，并且将不再有邮寄选票，除非是因疾病、残疾、军事部署或旅行。选举中将不再有舞弊行为，这很简单。我们共同重申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的实力和力量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这是我们非常非常引以为傲的事情。这个国家一直是地球上和平与正义最强大的力量。在上个世纪，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击败了暴君，摧毁了邪恶，并拯救了自由。肯舒布林19岁时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中幸存下来，在敌机击沉了像亚利桑那号这样的舰船后，他下定决心要帮助美国反击并取得胜利。他希望他们反击并取得胜利。驾驶 B-29 轰炸机在太平洋作战，肯从第一天战斗到最后一天。他从战争的第一天就参与其中，一直到最后一天，直到敌人无条件投降。我们得到了无条件投降。他当时104岁，看起来精神矍铄。舒布林上尉今晚也在这里，他正在向那面随亚利那3号沉入珍珠港，但在一些不可思议的美国爱国者的帮助下，又被重新升起的旗帜致敬。这是美国反抗精神的象征。请谢谢你，上尉。谢谢你。干得好，非常感谢，你们的基因真好。那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会活很久。非常感谢您，上尉。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诺曼底登陆日，海军中尉亚瑟罗斯指挥了36艘登陆艇，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军舰队的一部分。回忆起那一幕，他写信回家给父母说，我们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国家！107岁的罗斯中尉今天来到这里，向我们国家最珍贵的财产之一致敬。那面旗帜曾在诺曼底登陆日的第1艘登陆艇上飘扬，并带领第一批美国人登上诺曼底海滩，永远解放了欧洲，击败了纳粹法西斯主义。
罗斯中尉，您是这群可爱的民众的榜样，我们非常感谢您，了不起的人。107岁，他107岁。在太平洋的硫磺岛，海军陆战队员们经历了战争史上最残酷的战斗，他们为攻占的每一寸山地都洒下了鲜血。当他们登上山顶，升起星条旗让所有人看到的时候，对在场的每一个人来说，那都是如此特别的时刻。在场的所有人以及所有观看的人，他们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这本不该发生。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是那场战役的最后幸存者之一，101岁的海军陆战队下士丹格雷夫斯。他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向81年前他在硫磺岛的荣耀中看到升起的那面著名旗帜致敬。你们都曾多次见过那面旗帜。女士们、先生们，这些是最伟大的一代的战士和旗帜，他们就是最伟大的一代。我虽然不愿承认，但他们确实是，他们拯救了世界，让美国感到非常非常骄傲。我们为你们所有英雄感到非常骄傲。在我们击败了法西斯主义之后，美国人在冷战中对抗了共产主义的邪恶。正如我昨晚在美丽的拉什莫尔山所说的那样，那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在我讲话时，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的形象仿佛就在我的肩膀上方。美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这不会发生的。共产主义是失败者，而且永远都会是。共产主义制度与美国制度截然相反。共产主义制度从未奏效过。我们的战士们在世界各地的战场上与共产主义作战，绝不是为了让那个威胁在美国本土再次抬头。我们绝不会让它发生的。我们喜欢在那种威胁开始之前就立即阻止它。它就像癌症一样，你必须把它切除，而且必须快速切除。今晚我们自豪地感谢那些反共产主义战争的老兵们，包括海军陆战队下士帕特芬恩和一等兵鲁迪米克斯。他们曾在朝鲜著名的长津湖战役中作战，那是一场艰苦的战斗。谢谢你们。帕特与敌人进行了肉搏战。他以1敌5，正如大家所见，他现在还在这里讲述他的故事。鲁迪身负4伤，却从未停止射击，也从未停止前进。今晚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老兵桑尼雷。他英勇地对抗了10倍于他部队规模的敌军，并获得了当之无愧的银星勋章。今晚他们向最早一批在战场上飘扬的50星旗之一致敬，这标志着50星旗时代的开始。旁边是查理检查站的最后一批旗帜之一，那是柏林墙上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美国自由最终在那里彻底击垮了共产主义。非常感谢你们，你们真的非常特别，谢谢。非常感谢。星条旗以前曾将共产主义的锤子和镰刀扫入历史的尘埃，如果需要，我们还会再次这样做。我认为这不会有必要。我想人们已经吸取了教训，他们已经学会了该怎么做以及如何处理。我们会处理得非常好。所以各位先生，我非常感谢你们，了不起的人，了不起的男人们，谢谢。怎么样，是吧？这不是很棒吗？能和他们在一起是多么荣幸，想想看。107岁了，这年纪可真不小了，但希望他还能再健康地活上20年。
世代以来，美国人从未停止过努力，不断将人类推向新的高度。在1903年，来自俄亥俄州的莱特兄弟实现了人类由来已久的飞行梦想。没错，他们就是俄亥俄州人，一个伟大的州。在飞机发明后的66年内，美国人就把我们的旗帜插在了月球上。就在3个月前，我们又将美国宇航员送回了月球背面。这一次，他们飞离地球的距离比以往任何人都更远。他们就在这里。所以今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那些宇航员们也和我们在一起。各位都知道阿尔忒弥斯，大家也都知道他们。阿尔忒弥斯2号，所有人都看了，是不是很了不起？他们变得非常有名，所有人都看了，我也在看。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次任务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还有最后一位在月球上行走的人，阿波罗17号宇航员杰克·施密特。谢谢你，杰克。杰克，你看起来就像能和他们一起去，你看起来精神很好。杰克，你看起来精神很好，非常感谢你，干得真棒！所有人都看了。我当时和一群平时不怎么看的人在一起，我们正在吃一顿大餐。他们都说我们想打开电视，我们想看阿尔忒弥斯2号。很多人都说那是什么？到了晚上结束的时候，他们就都知道了，真是太棒了。还有贾里德在哪里？他太棒了，他正在管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他做得多好啊，多棒的工作啊！所以我要感谢你们所有人，非常感谢你们，干得非常棒。所以今晚这些飞行界的佼佼者们正站在那面在莱特兄弟的飞机上飘扬过的旗帜旁边，该飞机由奥维尔·莱特驾驶。这正是那面旗帜，非常有历史意义。他们很荣幸能来到这里。他们今天告诉我，他们真的对能和那面旗帜在一起感到非常惊讶。如果你身处航空飞行领域，那是一面非常特殊的旗帜。所以恭喜大家，干得太棒了！我为你们感到非常骄傲。我为这些爱国者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今天早上，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一面新旗帜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飘扬。今晚我将它赠予你们，以便美国宇航员在即将重返月球时，将其插在月球上。除此之外，我还给他们以及今晚你们在台上看到的所有伟大英雄，还有一些未能上台的英雄，颁发了一枚来自白宫的非常特殊的奖章。这是一种荣誉，非常感谢大家，我很感激。那么我猜你们接下来要去火星了，对吗？我们很快就要去火星了，我认为这确实是我们心中的一个计划。我们会先去月球，然后从那里出发。我们会去火星，我们会继续遥遥领先。你们知道我们成立了太空军，那是我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有些人笑了，他们觉得这很愚蠢，但现在他们发现这是我们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我们曾经在太空领域输给中国和俄罗斯，但现在我们遥遥领先他们一大截，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正是像你们这样的人，才让这一切成为现实。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是的，所以在我们庆祝美国无与伦比的成就和无限潜力的同时，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如果没有那些付出一切的人，我们就不可能迎来这250年的自由。我们很荣幸有11位金星家庭成员加入我们。金星家庭那是最崇高的敬意之一，这是最伟大的荣誉之一，一个艰难的荣誉，没有比这更艰难的。但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人，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请上来。他们经历了很多苦难，非常感谢。那些特别的人，他们正在天上带着巨大的骄傲，看着他们的父母、丈夫和妻子。
你们知道的，你们是知道的。我们要感谢你们来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在后台为你们准备了奖章，我把他们带来了。我原以为我会在大约2-3个小时前就把他们发出去，但我们会在后台，我们有来自白宫的精美奖章，是给你们和你们家人的。非常感谢大家，我们爱你们。在这个特别的7月4日，我们向你们致以永恒的感激，并承诺通过维护你们英雄所热爱的美国，来回报他们的牺牲。他们热爱我们的国家，他们牺牲了一切，而这些人也牺牲了一切。他们经历了地狱般的磨难，我们爱你们，非常感谢你们，谢谢。从1776年至今，凡是美国国旗飘扬的地方，它都是力量、正义和希望的象征，因为这就是美国人的本色。在1944年，一对母女蜷缩在被纳粹占领的比利时家中，绝望地祈祷他们的国家能够获得自由。他们渴望获得自由。在等待的时候，他们找到了一些碎布，缝制了一面自制的美国国旗。它很漂亮，但却是自制。在他们最终获得解放的那一天，是的，就是解放。他们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一名美国士兵。他们并不知道，那位士兵的曾祖父正是我们星条旗永不落的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尔。今晚基尔家族的下一代也和我们在一起。非常感谢，请，谢谢。卡尔基尔少校在美国陆军服役了23年，备受尊敬。今晚，他自豪地向那面由比利时妇女精心制作的旧旗帜敬礼。那位妇女深知美国代表着希望和自由。祝贺你们，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最后，从费城的一份宣言到约克镇的胜利，从腹地繁忙的工厂到阿拉斯加白雪皑皑的群峰，从狂野西部无尽的边疆到基地霍克壮丽的沙丘，从曼哈顿闪耀的天际线到月球背面，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一切。再到如今安全美丽的华盛顿首都，想想看，华盛顿特区，我们的首都，我们的首都现在又安全又闪亮又美丽了。它有安全。2年前，它还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地方，现在却成了全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也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一直延伸到美利坚湾美丽的水域。没有什么挑战是美国人无法克服的，没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去不了，没有什么目标是我们无法达到的，没有什么事情是美国人做不到的。我们现在正在证明这一点。我们的股市达到了史上最强，我们国家正在投资19.2万亿美元，这是以前的6倍。我们正在美国建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工厂，每个人的 401k 都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今天在美国工作的人比我们国家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但在这个国家，我们可以实现最狂野、最不可能的梦想。历史上没有任何梦想比1776年7月4日开始的那个梦想更宏大、更不可思议。独立战争是由民兵、农民、铁匠、商人发起，他们拿起火枪对抗地球上最强大的军队，那支最强大、不可战胜的军队。直到他们遇到了我们，没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
他们战斗，因为他们知道一个自由的人民必须拥有一个自由的国家。在超过250年的时间里，世界见证了伟大的帝国、广阔的王国、强大的国家和可怕的暴君。他们来了又去了，但经过2个半世纪，这个美利坚共和国依然巍然屹立，强大不倒。我们彼此相爱，今晚就证明了这一点。你们听说活动结束了，结果呢？你们又回来了。这面美国国旗依然骄傲的、自由的、美丽的飘扬着。我们之所以繁荣昌盛，是因为我们的开国元勋们是伟大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人民是勇敢的，我们的文化是卓越的，我们的命运是由上帝书写的。正如我们今晚在这里看到的，在250年之后，1776年的精神依然活在我们所有人心中，它依然在我国首都的心脏中咆哮，它依然在每一位爱国者的心中燃烧，在每一个城市和城镇中轰鸣，它依然用美国自由的光芒照亮整个世界，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尽管我们已经有250年的历史，我们可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宪政共和国，但我们的国家才刚刚开始，因为最好的还在后头。这仅仅是美国黄金时代的黎明。在这个250周年的7月4日，我们宣布，就像他们在2个半世纪前所做的那样，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自由的事业，我们将把我们的国家带到新的高度，带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将让它变得更大、更好、更强大，我们将更加热爱。我只想感谢你们，闪电带来的不便可能会发生，但闪电永远不会阻止你们。我想感谢所有人，我们爱你们所有人，很荣幸能成为你们的总统。谢谢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愿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谢谢你们。